5月8日，据新华网报道，山东青岛的60岁王大妈在人行道上行走时，突然转身与后面的男子赵峰相撞，导致胯骨骨折，并鉴定为10级伤残。王大妈将赵峰告上法院，索赔18万。法院审理认为，王大妈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赵峰为保持安全距离，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判决，赵峰赔偿王大妈7万元。该判决曝光后，瞬间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在电视栏目中，青岛李沧区法院立案庭庭长韩继生出镜介绍，王大妈和赵姓男子在人行道上一前一后同向而行。王大妈在前面边走边接电话，期间突然转身往回走，与迎面而来的赵姓男子撞在了一起，王大妈当场倒地。后经检查，王大妈右股骨颈创伤性骨折，二人就赔偿金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刘某的伤情进行了鉴定，结果为10级伤残。王大妈请求法院判令赵姓男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8万8千多元。众所周知，在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倘若要求行人时刻保持安全距离，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这种脱离现实的判决逻辑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另外，更令人费解的是赔偿金额的计算。根据青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4年约7万3451元，10级伤残赔偿金约为7万3451元乘20年乘10%，得到14万6902元，加上医疗费、护理费等，所以王大妈索赔18.8万元并非无理取闹。但是，以赵姓男子月薪6000元计算，7万元赔偿相当于他14个月的净收入。在常人看来，这无异于天价赔偿。其实，青岛法院的判决并非孤立。多地的类似判例显示，因为行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承担次要责任的情况发生过多次。这种司法实践的创新，表面上是对公共安全的守护，实则暴露了法律适用的随意性。正如网友所言，法官的自主判决权遇到脑洞大开的法官，真让人无所适从了。然而更炸裂的是，法院竟然还把这个案件作为普法案例大肆进行宣传，这让我们不禁感慨，当次要责任成为弱势群体的护身符，当公平被简化为谁受伤谁有理，法律就会沦为制造不公平的工具。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首先，中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行人走路需要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赵姓男子也并非紧紧跟在王大妈后面贴着走，这应该就是街上行人的普通行走。法院及法官既然说赵姓男子存在为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那么请拿出相关法律法规，哪怕只是司法解释也行。如果没有，而只是凭着法官的主观臆断来判断是非，即便赵姓男子最终赔偿了王大妈，这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调解反而会引发更多问题。其次，既然法院和法官说赵姓男子存在为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那么能否给行人安全距离定个具体的标准，是1米、2米还是3米或者50厘米？只有明确了行人安全距离标准，法院及法官以案说法才有意义。比如，在此案中，韩法官提醒大家，步行时注意力要集中，谨记交通安全规则，警惕交通危险行为，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及周围环境，守护自己及他人的安全。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行人又该如何守护自己及他人的安全？难道大家在步行时，距离前后左右的人均要保持1-2米甚至更多的距离？如果这样，步行街等地方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行人在上下公共交通时，又该保持怎样的安全距离？
还有群众性集会等活动，尤其是人挨人、人挤人的活动，包括节假日期间人头攒动的旅游景区，岂不是都要取消？有吗？有还是没有啊？正如当年南京的彭宇案引发社会公众对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担忧一样，青岛的这个行人安全距离如果没有更好的解释，或者说拿不出更为合法和合情合理的解释，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必将远超彭宇案。我能理解法院的做法，王大妈60岁，是老年女性，受了这么大的伤，要直接驳回她18万8千元的诉讼请求，势必会引发不稳定因素。如果王大妈得不到赔偿，她可能就会闹，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在谁弱谁有理的司法实践中，让年轻男性赵某出点钱也是一种思路。所以就按着对方的头掏钱出来，再编一个理由把这事解释过去。根据结果找理由，根据需要找依据，是典型的先射箭再画靶子。安排。但是怎么才能让赵姓男子自愿承担？想必法官也是挖破脑壳，煞费苦心才找出了安全距离的理由，再苦口婆心说服赵某。判决当然是不可能有文书形式的，别看法官在电视上说的头头是道，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内容要形成判决书，那是万万不能的。那剩下的就是自愿调解了。国内司法的黑暗足以让一个普通民众接受调解，执法者们会有非常多的让你无法拒绝的方法。就像经典电影《教父》中 Michael Corleone 说的那句 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赵姓男子最终接受调解，恐怕也正是面对了这样一个无法拒绝的选择。不是因为他真的有错，而是因为在这套体系里，拒绝只会让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可不敢胡说。众所周知，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30年中，一直无法解决的根本性结构问题就是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宪法不承认私有财产。在这样的制度下面生活，会让每个人都时时生活在恐惧中。然而眼下中国经济急速下行，普通民众已经生活得万分艰难，大家不仅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工作朝不保夕，还要时刻防备着被人讹诈的无妄之灾。民众对此案例反应强烈，一方面是判决的依据不充分，责任划分不清带来的强烈不公感，另一方面是担心有人利用这个案例实施碰瓷，造成人与人之间高度不信任、高度防备，甚至演变为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由此可见，司法执行者们在乎的是成绩，是自我荣誉，是自己的政绩，而他们不在乎的是民众以及民众的感受。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然而最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案例，法院竟然还当成典型普法案例进行宣传，让人不禁怀疑，所谓普法到底是在普什么法？当谁受伤谁有理变成默认逻辑，当弱者标签成为道德绑架的利器，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就成了任人解释的橡皮泥。诚然，王大妈是老年人，受伤严重，法院也许是出于维稳、出于人情的考虑才做出这样的调解。但我们不能因为怕事就让法律失去边界，更不能因为怜悯就牺牲普通人的正当权益。法官要考虑舆情，社会反响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坚持法律的准绳。一纸调解书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对公平的信任。如果这个案例成立，那以后是不是我们走在大街上都要时时刻刻警惕，前面的人会不会突然转身？人与人之间原本的信任会不会一步步被这种安全距离撕裂殆尽？有人说这是彭宇案的 2.0 版本，但不同的是，这次我们看得更清楚，也更明白了，司法的不确定性才是最令人恐惧的。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也对这个判决有话想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转发，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鼓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